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面具人，我最近比较郁闷啊，因为遇到了一些问题啊。主要呢是由于我最近的业绩太好了，使得面具人一时间站在了风口浪尖上，一堆堆酸菜在酸我啊，说面具人我割韭菜了，怎么了，拉盘砸盘了啊，先进来的割后来的人了啊，我赚钱了以后就把别人割了。好。面具人，我今天呀就要给大家来讲述一下币圈的本质啊，尤其是各位韭菜，或者是觉得自己是韭菜的，或者是在币圈被人割过的啊，你们尤其要听完我今天的节目。哎，今天的节目可都是干货啊！老观众应该都知道，面具人我从政治评论员转到币圈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对吧？我在币圈掀起的几波大浪潮，大家也都看到了。可以说呢，我在币圈这半年的战绩和盈利倍率啊，比很多那些所谓的成功学专家、币圈金融大师要强很多了。可以说我在币圈半年的战绩啊，你在别的博主里面是很难找得到的，对不对？你在别家很难找到，但是在面具人我这儿，你看 AXS 50倍，平头哥5倍，雪崩3、4倍，对吧？最近呀，我最猛的一个战绩之一就是鸡，养鸡下蛋啊，1天1倍，9天9倍，10天10倍。哎，你们别不信啊，你们可以去搜一搜，看看它这几天的走势，对吧？面具人我在币圈纵横赚钱，赚到了很多钱，有了很大的影响力，有了非常多的面粉信徒，这些也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不对？哎，你还别说，面具人我虽然赚到钱了，但是呢，我每个月也都有在做慈善，我每个月都给大家送钱，送 XC 蛋，送500U，对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送的奖品，包括人家录的感谢视频，你们也都是看到了，对吧？哎，你们去查一查，有几个人是像面具人我这样做的，对不对？中文圈里面啊，老外可能挺多的。哎，那么问题就来了，面具人我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为什么要每个月又送宠物又送钱的？为啥？因为我有钱呀，因为我赚到钱了，对吧？那我今天就会把我自己如何短时间内在币圈赚到了这么多钱的经验和秘密以及窍门告诉给大家。那么在开始讲干货之前啊，请各位观众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神秘大奖，是一个能让你跟着我每个月都能赚生活费的好机会哟！啊，不仅仅是生活费，可能会更多，并且呢，面具人我想加注一下啊，就是各位啊，转发我节目的，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的，有机会获得我这个月的加注大奖。$1000 ，O 不 OK？ 爽不爽？开心不开心？尽力转发吧，转发的越多，发送的截图越多，哎，能中奖的概率也就越高。好，来讲正题啊，大家也都知道，面具人我喜欢剑走偏锋，我总是喜欢发掘一些新奇的潜力币，并且呢，由于面具人有比较强大的粉丝基础、影响力基础，以及投资实力强大的面具人会员基金会，所以呢，你们也都看到了。面具人发掘到的一些早期项目的涨幅倍率也都是非常高、非常可观的，对不对？就拿最近的这个鸡来说，鸡1天涨1倍，10天涨10倍，目前呢已经从我当时第一个节目稍稍的暗示了一下的2个 AVAX 涨到了如今20个 AVAX 一只鸡啊。如果说你当时买了10只鸡，你现在就已经有200个 AVAX 了哟。整整10倍的涨幅呀！那你们知道这是啥概念不？这就相当于你有1万变成了10万，你的10万变成了100万。还有我前2天说的那个大头，哎，这几天也从0.4几、0.5几涨到了现在基本是4到5 AVAX 一个了啊，还是最垃圾的那种，好一点的会更贵。那这个涨幅也基本上是8、9倍、10倍了，厉不厉害？各位观众。那你们也可以去掰掰指头算一算啊，你投多少钱？仅仅是因为这几天看了面具人的2期节目，跟上了节奏以后，你能赚多少钱？那更别说我的面粉们、会员们啊，
他们是跟着我最早入场的嘛。这就是面粉们、观众们以及我的基金会会员们短短1周的战绩。你们可以看这些截图啊，这些截图都是真的啊，你别说我 P 图什么的，这些人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Telegram 号，你们不信的可以私下去问他们啊。别说你认识面具人我，你就站在一个旁人的角度去问，是不是真的啊？你看这些图，这些聊天记录，对吧？他是怎么说的？感谢面具人介绍的好项目。目前1天的收益是1200U，1200U 差不多快接近1万人民币了啊！再来看这张，成本1.4万 U， 目前3.3万 U。好，再来看啊，鸡2.6入场，17出来，蛋3左右入场，算下来1500U 变6000U 吧。感谢面大，等面大的下一个项目。看这个人说他赚了19个 AVAX， 当然了。这几天有看到我节目的散户们啊，普通观众们、普通面粉们也都应该是赚到钱了吧？只要你及时的第一时间的看到了我的节目，怎样及时的第一时间的收到我的节目呢？看，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听懂了没？打开了小铃铛，你才能收到我的消息提醒、节目提醒，或者是直接加入我的会员啊。如果说你没进会员的话也行，只不过呢，你的进场时机稍微晚一些，利润稍微低一些，但是呢，你的利润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这中间呢，还有一个币圈的赚钱基本原理的哲学奥秘，我等会儿在节目最后给你们揭晓。前几天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带我的会员离场了企鹅币啊，因为我要充鸡嘛，我们都要买鸡，我们离场企鹅币充进鸡。然后呢，这个鸡由于面具人我推荐，由于我的这个会员基金会加持啊，鸡就一跃成为了雪崩链上排名第1的 NFT， 它的市值、它的交易量都在暴涨，直接冲到了第1，并且呢火到了大陆。然后呢，过了1天以后，面具人的会员基金会又入场了大头，大头又成为了雪崩链排名第3的 NFT， 之前呢是排在后几名啊。你看这个会员的聊天截图啊，大头一倒手就赚了5个 AVAX， 相当于人民币好多钱了啊！我懒得算了，500-600美金吧，只是一倒手就赚了500-600美金嘛。还有的人玩大头已经赚了几十个、几百个 AVAX 了啊。这些人现在啊，基本上都是无本万利了，因为我们入场早嘛，早就把成本套出来了，现在都是在里面利滚利了。大家仔细观察啊，这几天你们所谓的共识币、信仰币、主流币都在跌啊，比特币今天甚至一度跌到了4万6，对吧？可是面具人却再次的复制了之前的 Exit 的神话、雪崩的神话，那就是比特币大盘虽然天天在跌，可是呢，面具人和我的面粉们却又赚钱了，并且呢还是天天翻倍。刚才我想补充一句话啊，那就是企鹅币，由于面具人的团队离场，导致了企鹅币有比较较大。由于面具人的团队离场，导致了企鹅币出现了较大的下跌，那这个就是正常的市场规律。你们总不能阻碍面具人和我的会员们有钱了买什么？自己有钱想花在哪儿，想去哪儿。由于面具人的团队离场，导致了企鹅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那这个也是正常个人的买卖自由。各位也不能说埋怨啊，面具人和我的会员们把自己的钱用来买哪个币，用来不买哪个币，对吧？当然了，面具人我们的团队进场鸡和大头也是我们自己的财务自由，对不对？我们自己的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对吧？你是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和没有任何能力控制的。由于我们进场了鸡和大头，又导致了鸡和大头的暴涨，对吧？鸡甚至呢现在已经火遍大陆了。你们可以看啊，微博现在到处都在传。由于面具人以及我的基金会员啊，一会儿推这个涨了，一会儿砸盘那个又跌了。那这种现象呢，就导致了很多人拿这个为借口，恶意的攻击我面具人以及我的会员，说我们恶意操纵市场，拉盘砸盘割韭菜，甚至呢，连我的这些普通面粉们都被骂说看到了面具人节目以后，早点进场，进场的早的
就开始割我们这些普通人了。行，面具人，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们这些散户韭菜，尤其是今天第一次看我节目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在币圈赚钱的秘诀，根本那就是4个字儿：立场和利益。大家不要在金融市场里面谈什么感情、信仰、价值观我告诉你们，能推动币的涨跌的只有钱。什么信仰、共识、情绪，那些都是之后的事儿。信仰、共识、情绪，它都是在钱本位驱动拉盘砸盘之后才会产生的，比如 FOMO 追涨和恐慌杀跌的这种情绪。如果说这个盘子它没有波动，那人的情绪同样也不会有波动的，听懂了没？人的共识也不会有多大的波动的，只有它涨或者跌才会牵动人心或者是横盘，横盘也会牵动人心。但是一个币它如何横盘，它如何涨如何跌，最终还是要拿硬货拿钱说话嘛，对吧？那有人就拿面具人拉盘砸盘来说事儿了，因为面具人有钱，又因为面具人的会员们有钱，更因为坐在手机跟前、坐在电脑跟前的你们千千万万的面粉们也都有钱，跟着面具人的节奏一起拉盘砸盘。那这种现象就被很多人酸了，说面具人和他的面粉们割韭菜，割后面来的人带节奏。面具人割了韭菜了，赚到钱了，那些没赚到钱的眼红喷我没赚到钱的人嫌我赚到钱了，被割的人呢又说我们赚钱的时候不带他说我割韭菜，说面粉们割韭菜，说面具人的会员们割韭菜进场早把他们后来的人给割了。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这就是币圈的运行模式呀，前面人割后面的人呀，对不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哪一个经济模型不是这样呢？好，我今天就告诉你们币圈赚钱的2大核心点立场和利益。咱们先来说立场。中国人说到赚钱，常有一句话叫做跟对人，是不是？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那我就想问你们，你们明白什么是跟对人吗？跟对人，跟什么人？你当然是跟有钱人才能赚到钱呀，对不对？你跟穷人能赚到钱吗？咱们不能完全否认跟某个有潜力的穷人能赚到钱。比如说之前面具人我也穷呀，对吧？可是我现在翻身赚钱了呀，对不对为啥？等会儿我告诉你们。来继续说主题那就是你跟富人才能赚到钱，你跟穷人赚到钱的概率是比跟着富人要小很多的，对吧？同时呢，大家听过这个成语没有？叫做穷凶极恶面具人我个人有一层新的理解，那就是穷凶极恶，人在没钱的时候他才会急，他才会恶，对不对？穷人在没钱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偷，会去骗，会去抢没钱的人去偷去骗去抢的概率是远大于那些衣食无忧啥都不缺的人的，是不是？我再告诉你们，你在想这一层逻辑那就是穷人他自己都没有多少钱就算是让他赚到钱了，他赚钱了会给你分吗？他赚钱连还债都不够呢，他咋给你分？对不对？他赚钱了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呢，他咋给你分？是不是？他自己都没钱还能带你赚钱吗？你有没有想过这层逻辑？可是面具人我的实力你们也都是看到了，对吧？我仅仅只用了半年时间，我的成就包括我的势力范围，我的影响力已经远超了很多所谓的币圈金融大咖了，对不对？我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我冲什么什么就涨，我说什么什么就涨。当然了，这个中间牵扯到的因素又很多，比较复杂有影响力，有资金实力有能力，有判断力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综合实力吧。那各位观众，各位面粉们，面具人，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赚钱的立场跟对人，你是选择跟哪种人？有实力的人还是没实力的人？能想明白吗？所以各位面粉们，观众们，还是选择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跟着面具人赚钱吧，对不对？你跟着穷人只能穷凶极恶，跟着面具人却可以保暖思淫欲开个玩笑。
然后呢，你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你作为散户，你如果跟不对人，你是不是还不如自己随意投资、自由发挥、碰碰运气呢？对吧？为啥？我相信你们坐在屏幕面前的各位啊，一定有不少人，那我就是说你呢，哎，是不是被网上的骗子骗过？是不是被别人套过？是不是被别人设局过？这就是我要说的跟对人，或者是跟错人。跟错人的话，你当然有可能被骗、被套、被设局，对不对？你想嘛，别人和你非亲非故，别人凭啥带你赚钱嘛，对吧？好，就算别人说能带你赚钱，你信了，可是你在信之前有没有考虑过他的实力呢？这个说能带你赚钱的人，他有任何公开可查的战绩吗？有没有？面具人我有，并且呢，你们还要思考一个关键点，那就是面具人我不靠你们赚钱啊，我是靠市场赚钱的。同时呢，你们也赚不到面具人的钱，但是你们可以跟着面具人赚市场的钱。面具人我也要赚市场的钱，你们也要赚市场的钱。所以呢，选择面具人还是选择网上的那些个不知名的、要设套的、要骗人的、没战绩的，甚至有些群聊里面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的人啊！第一天见面就说能带你赚钱的人，选择面具人或者是这些不知名的人啊，这就是决定你赚钱的第一个要素，决定你跟对人还是跟错人的第一个要素，那就是立场。好。如果说你不想要立场，那你就作为一个纯粹的散户锻炼自己的能力啊，千锤百炼以后，你也能够达到一定的有投资实战能力的水准的。但是这个是需要交学费，是需要非常巨大的教训或者是试错过程吧。总之呢，路都是各位自己选的，立场也是各位自己选的，对吧？这是立场。我们再来讲决定你在币圈赚钱的第二个核心点，那就是利益。利益，我们就默认你选择了面具人的立场。这个立场，无论是你订阅了我的节目，点赞了，打开小铃铛了，免费的收看我的节目，还是付费进了我的会员基金会啊，咱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你赚钱了，我才能赚更多的钱。我觉得能赚钱的事儿，你才能跟着我赚钱，对不对？我们都是需要用一个项目去赚钱的，我们都是需要去推动一个项目，去拉高一个项目去赚钱的。你也需要，我也需要，咱们拿啥赚钱？不能说就靠一张嘴、两片嘴翻来翻去就能赚钱的，对吧？你我都需要拿这个项目、拿这个壳子去赚钱，去割后面的韭菜。说白了就是这样。去割那些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群还不知道有面粉们，面具人的团队们早就进场铺好底儿的，伺机而动的那些无知韭菜的钱，赚我们认知之内，他们认知之外的钱，对不对？我们先进场，他们后进场，他们为我们买单，是不是？你也别说面具人，包括我的面粉们、会员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利用自己的信息差，利用自己的信息差搞钱，利用自己的信息差，前面人割后面人的韭菜之类的话。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股票、基金、期货、币圈、房地产，生意当中的万事万物，哪一个不是上游吃下游，前面的吃后面的，大鱼吃小鱼？万事万物的生意有哪一个不是这种运行模式？你告诉我。更别说金融圈了，哪个不是这样？你要是觉得不行，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对，那你就别玩，你就别做生意，老老实实的打工，不存在割韭菜的问题啊！老老实实的打工，那你就只能是被你的领导、被你的老板割，对不对？你就只能是被压榨剥削，明白了没？抛开这一点，你可以跟我谈什么仁义道德、天下大爱，但是你千万不要在商业领域、在金融领域给我说这些，知道吗？你给我说这些，只能让我觉得你
要么虚伪，要么就是奔着骗人来的。但是你骗不了我，因为面具人我是专业人士。你在专业人士面前说什么金融道德、金融情感、金融信仰，你不是傻就是骗，听懂了没？面具人我就割韭菜，怎么了？我能割得了呀，我有实力割呀，你割一个让我看看，对不对？你是有团队，还是有资金，还是有基金会，还是有影响力，还是有大家的支持度，还是有自己的社区？在这个丑恶的世界当中，你只能扮演2个角色，要么当镰刀，要么当韭菜。一天24个小时，每分每秒都在上演着割与被割的血泪惨案。退一步想，你越没钱，你就会越被动，你越被动，你就越容易被人操纵，被人割。当你被割到了一定程度了以后，你就会成为你家里面的负担，你老婆的负担，你老公的负担，你亲戚的负担，你父母的负担，你孩子的负担。那怎样才能改变这个局面呢？那就是你得有钱起来，你得去割别人。当你有钱了以后，你才能够说去做慈善呀，去帮助别人呀。割与被割只有2条路，你没得选，你什么都没有。你作为一个散户，你只能做到的是，要么加入乘东风一起赚大钱，要么呢就滚得远远的，自己试试你自己能不能赚到钱。那好，如果各位观众有想要跟我面具人一起布局潜力项目的，加入面具人的会员基金会的，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各位观众，你想嘛，加入不了什么索罗斯巴里的基金会，加入面具人的还是可以的。为啥？因为我 low 嘛，对不对？我有没有实力？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小鸟鸟这只鸟值多少钱？你不要看我的这个摄影的地方多么的 low 这只鸟值多少钱？你可以问一问国内的鸟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不足50只我 low 嘛。OK， 我们下期再见。